怎么是这个颜色啊？玩归玩，闹归闹，看吃饭从来不迟到。今天我们终于要挑战一些好玩的餐厅了。这家店叫仙人小屋，它是一家专门吃鹿肉、熊肉的地方。但是他们家所有的肉都是在日本合法养殖的，所以不会对大自然造成任何的破坏。不要问我为什么这家店又在深山里面，因为他家的养殖场就在深山里面啊，而且他家还罕见的不能预定，又因为熊肉每天是限量供应，所以我们只能早上7点钟就过去排号。幸运的是排到了第一个，我现在就等他叫我的名字。嘿，我们来的时候正好在下雨，所以今天只能参观猪圈。那个阿朱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店里的入口就会给你来一下，不知道是雕像还是标本，反正挺瘆人。菜呢就是放在门口的一个板子，还有咖喱，熊肉咖喱。我们这点的是雄鹿的烤肉套餐，它这个颜色长得真的很奇怪。我们现在烤一片鹿肉吧。鹿肉在我们之前的视频里面其实已经吃过很多次了，这次我们还特意挑的是脂肪比较多的那种，就烤出来的味道会比普通的鹿肉更香。枸杞乌骨鸡汤，你们知道那个味道吧？鹿肉本身就很接近那个味道，而且烤出来也不会觉得很柴，反而脂肪的那个地方特别的下饭。可以在快要烤好的时候撒一点椒盐，虽然味道也很好，但这样就吃不出来鹿肉本身的鲜味了。这是一坨特别肥的鹿肉，我感觉吃起来超香。再来看一看我们的熊肉，看上去就觉得很一般，你用筷子把它夹起来你就知道这个肉肯定很柴。我不确定是那个汤汁的味道还是熊肉本身的味道。我来试着客观的描述一下那个味道哈，就是特别的难吃，像过了一遍水的该牛肉。我们再试一下直接烤的，这几片肉就是没经过任何的调味，烤熟之后就是这个样子，是不是觉得看起来很像牛肉？但它比牛肉难吃多了，它像是把阿司匹林磨碎了之后涂抹在了肉上面。这次我们是按照老板娘推荐的方法来吃了。肉非常的坚实，而且越嚼越苦。这0.5倍速吗？就算你撒了椒盐，也盖不住那个苦味。感觉嚼完一片之后，我连咬肌都练出来了。不好意思打断一下，拍个封面。所以总结一下，就是鹿肉真的很好吃，熊肉我个人是不推荐了。我感觉我现在嘴巴里都留着那个鹿油的香味。阿基推荐指数：鹿肉9分，熊肉5分。就这样吧，卡玩意儿。熬了8个小时的鸡汤，就这么一杯。烧鸟作为日本的卤串，一直是我在日本最喜欢的料理之一。上一次我这么说还是在吃河豚料理的时候，对不起，就这么花心。东京连着下了几天的雨之后，气温也算下来了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就是在东京中目黑的一家烧鸟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基，又到吃烧鸟的日子。第一个菜是法国进口的鹅肝可乐球，它菜单上面写的是法国进口哈，那实际上是不是法国进口我也不知道，反正鹅肝吃起来都是一个味道。但是可乐饼做法还真是第一次吃，极了好吃。外壳脆脆的，泛着油香，里面就是又湿又软嫩的鹅肝。第二个菜是时蔬茶碗蒸蛋，真的是好小的一碗，这个也就是半口的量吧。第三个菜看起来还挺有创意，它的吃法是用烤面包去刮勺子上的鸡肝，虽然吃法上面比较奇怪，但那个鸡肝泥调的还是好吃的，橘子味还带了一点香草的香气，像极了初吻的味道。但是谁的初吻会是鸡肝味啊？然后下个菜服务员说是一个重头菜，重头到他跟每个人上菜的时候，他都会说一遍这个汤是熬了8个小时的汤，8个小时的鸡汤。不过这个汤的味道确实是鲜的，甚至有点像甲鱼鸡汤那么鲜。下个菜是南瓜沙拉，它把南瓜泥磨得非常非常的细腻，甜的很自然，挺好吃的。接下来这个是烤的干芝士，从北海道运过来的。为什么北海道这么产芝士呀？这个芝士的名字叫卡丘卡巴罗，它烤成了3层，它把上下2层烤成了特别特别焦脆的薄片，这个吃起来真的是贼香，里面嚼起来就像口香糖，甚至还有点弹牙。下个菜是白萝卜泥加甜酱油，好像很多高级烧鸟店都会有这个菜，成都人表示意义不明。好，现在开始进入我们的正题。第一个烤出来是带嫩葱的小鸡腿肉，这个嫩葱是真的很香，葱的汁水和鸡肉搅在一起的感觉真的很好，嫩滑的鸡腿肉也烤得刚刚好。下一个是半生不熟的鸡胸肉，它这个烤出来的口感甚至有点像在吃慕斯，软绵绵的口感。接着是鸡翅，骨头已经是剔了的，所以你可以一口把整个鸡翅全部吃进去，然后中翅那个油水又特别的多，就吃起来多巴胺爆炸。再下一个是鸡肉团子，里面还加了一点那种比较软的脆骨，咸味也刚刚好，要是再来个蛋黄就更好了。然后就是一份非常非常小气的烤物拼盘，每一种都只有这么小一个，感觉像是在夜市。鸡胗、横膈膜肉、鸡心、鸡屁股，这里面最好吃的还是鸡屁股，还有2坨真蟹部位的肉，这个是鸡肩小肉，还有一坨腿根肉。吃了肉之后又是一份蔬菜，也是这种小气拼盘，虽然味道真的还可以，但吃的我真的是很心急，真好吃。最后的主菜我是要了一份那个熬了8个小时的鸡汤炖的拉面，怎么感觉念出来都有点搞笑。总的来说，今天这家店可以推荐给女生和带女孩子来约会的人，因为它看来菜其实还是很多，这样你们可以聊很多东西，就是分量比较少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你们说为什么人那么喜欢吃异域料理啊？今天我们来猎奇新的异域料理啊，西西里料理。只能说这家店真的太神奇了，我真的有点好奇哈，西西里的人民吃到龙虾小炒肉之后会是什么感觉？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基，又到了吃意大利菜的日子。今天这家店虽然是日本新进的100家名店之一，但我觉得实属有点偏门了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的第一个前菜是这个鸡肝啫喱面包片，奇葩指数3颗星，怎么还评上级了？旁边那个是橘子味的果冻，说是用来抵消牛肝的腥味，但是并没有用，这个菜依然狂腥。就是把这个肝弄到这个干的面包片上面，然后这样。
可能喜欢干味道的朋友会很喜欢这个菜，像是猪肝、牛肝之类的。但我觉得不要这个啫喱可能会更好吃。下个菜就是今天的极品了，奇葩指数5颗星，焦糖烤茄子，而且它还是凉的，但也不能说它不好吃，它就是两个味道结合的并不那么融洽吧。烤茄子是苦的，焦糖是甜的，像极了我的人生。还好下一个菜是比较好吃的，它叫陈皮鲷鱼刺身。原来西西里人民也吃生的呀，上面还铺了一些橘子跟坚果，不愧是地中海气候，整个鱼肉变得甜甜的。还可以，就是那种夏威夷甜甜的海边。不过它也有一个奇葩的地方，就是它下面铺的那层菜真的狂苦，是不是说拌着一块吃会更好？我就不。然后接下来这个是他们家的人气特色菜，超浓虾头烩饭，就是虾的味道扑面而来。然而它只是一盘饭，是不是说这个是用虾头熬了很久的汤调制成的？还有一点小番茄的味道，奇葩指数2颗星，有点像小时候吃的那个酱油饭。就是很多只虾同时炖出来的那个汤的味道。然后接下来这个是番茄牛肚，用的是牛的第3个胃，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第3个胃比较厚吧，这个看起来确实比较爽。这个它也是要用这个蘸着吃的，就是浓浓的番茄牛腩味，但是它已经把这个牛味煮得很烂了，吃起来不费力，很过瘾。你看还不是有很正常的菜，配上面包片就是这个样子。你要把汤汁跟那些细小的肉末都加在一块儿。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名物之一，土豆炖章鱼，它用的是章鱼脚的根部，特别粗一坨，然后还很有韧劲，上面那层汤汁是鲷鱼煮的浓汤淋上去的。这个才是我今天最期待的，它吃起来还有一种鲷鱼的清香，跟那个土豆的绵密感特别配。然后下一个是紫羊排，又是我最喜欢的紫羊肉。紫羊其实就是未满12个月的小羊，非常的残忍，但它的肉质非常的甜嫩，一点不柴，还很奶。这盘菜在肉的下面铺了一层甜甜的豆子，我发现那个微微的甜味更能衬托出紫羊的香味，这一口肉实在是太大了。但也只有羊肉才能让人这么满足了，你还可以在上面加一点孜然，也是很爽的。因为它这个肉本来就是烤了2个小时烤出来的，就是变身新疆烤羊肉。最后一盘肉是一盘苹果牛肉，这个肉几乎是全生的，硬生生的在这边放了一坨苹果。奇葩指数3颗星，还好最后一盘面非常的正常，它是蟹松沙丁鱼意面，然后我选的是最粗的那种，因为这样嗦起来最带感，里面的鱼松跟肉松是咸甜口味的，算是今天一个不错的收尾。好了，阿基推荐指数卡维尔。今天这个街直接把我逛成穷包，我就告诉你们，在日本逛动漫街是没有不花钱的哈，这简直不要太好买。好了，再来我垃圾，买。我最近好像吃的太多了一点。就是我在想一个事儿，就是我们看过的最老的动画是什么？我印象中好像是龙珠，又好像是福星小子，好像火影也挺早的。但其实你会发现，小时候我们看的那些作品大部分都是 Jump 的，就非常热血。今天我们就来一起逛一下街吧。东京的动漫街呢，主要有3条。秋叶原这条街就是什么东西都有，其次是中野百老汇，里面主要是卖一些老 IP 的周边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池袋，这个地方主要是贵。但我们今天还是主要看一下 Jump 的东西吧，毕竟你要知道，最火的鬼灭之刃和咒术回战都是从这里面出来的。我们现在已经到门口了，哇，这里真的超酷！一进门就是家教和银魂的等身雕像。今天我们就在这儿刷卡吧。这个东西也很厉害，它是漫画原稿的复刻，都是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场面，而且这个纸都是跟原稿的纸是一样的，哇，特别的精致。还有约定的梦幻岛，我特别喜欢这个。这还能不买吗？这个难道就是海贼王最新的盲盒吗？咒术的小盲盒也好可爱。就是基本上江浦历史上的作品，在这儿都能很轻松的找到。看到的圣斗士星矢是不是有很怀念的感觉？日语读作 Saint Seiya， 我一直觉得这个发音好性感。你们还记得星矢、子龙、冰河这几个角色吗？小时候就觉得黄金12公真的有一个任天堂专卖店，感觉今天的钱包君要下线了。这个超级玛丽的杯子我肯定要了。动物之森这个衬衣好像可以拥有，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看到自己喜欢的作品？那个死神的粉丝就不用问了哈，他已经销声匿迹了。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种快乐的逛街视频。今天就这样吧，我反正很快乐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买就完了，卡哇呀。